给我瞄准了打，想跑门儿都没有。中国2位巨人腿王横空出世，不到1个小时踢断3个老外小腿，这一幕把台下的解说人员彻底看傻，就连武僧一龙都目瞪口呆。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中国巨人杀入到日本东京的一场精彩的对局。好，可以看到右边选手，这高出对方一大截啊，他便是我们中锋选手，身高2米的巨人腿王刘策。他的腿法非常厉害，而且他的师傅您肯定也不陌生了啊，就是妖刀魏瑞。这一次刘策原本是跟随他的师傅来到日本啊，打这个日本人的，但是没有想到日本官方啊，直接是怂了啊，害怕了，直接是花了重金啊，请来了几个其他国家的选手来迎战刘策。好，那么第一位出场的便是红方选手，红色拳套的啊，罗马尼亚轻重量级别的拳击冠军瓦伦丁。好，他的拳法很厉害啊，但是腿法一般。但相反的是啊，刘策则是腿法很厉害，你看连续扫踢，这种啊一下一下的扫踢看起来不是很重，但是观众朋友们啊，这是个累积性的伤害。而且刘策很灵活啊，你看这个瓦伦丁啊，抓不着我们。而且我不知道是错觉还是什么原因，我感觉这个瓦伦丁啊，他的移动能力已经是有些走道不利索了。刘策进退自如，这个风格和这个魏瑞啊真的是很像。移动能力受损，这也大大限制了瓦伦丁的进攻能力。好，我们看瓦伦丁，哎呦，看瓦伦丁的这个左腿啊，哎呦，已经是像个大茄子一样啊，肿了。好，一眨眼的功夫，一回合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好的，哎呦，哈哈，哎呦，这是站不住了。他踢的刘策，但是把自己给踢倒了，没见过啊，头一次见到把自己踢倒的。我们看刘策是被对方啊压制到了角落，要小心，还是要绕出来。刘策他的这个移动能力啊，之所以这么好，观众朋友们，因为刘策最开始呢他是踢足球的啊，但是很可惜，因为种种原因选择打拳击，因为他表示说呀，非常喜欢打日本人，没有错啊，就是喜欢打小日本子。哎呦，看这瓦伦丁气的是脸红脖子粗，打不着啊。哎呦，什么情况？瓦伦丁如同大厦崩塌一般倒在了地上，我们甚至没有看清发生什么啊，反正就是倒了。好，裁判开始了读秒，哎，直接挥手终止了比赛。好，观众朋友们，这个瓦伦丁啊，走道都不利索了。但是反观刘策，这一滴汗都没出，太轻松了。观众朋友们，太轻松了。好，看一下刘策今天晚上的第2个对手，名字叫做马查多。好，相较于上名选手来讲呢，这个马查多的实力要更强啊。他曾经是连续5届巴西自由搏击轻重量级别冠军。好，刘策一开始还是连续扫踢，这踢法很快啊。今天刘策想要取胜的话，要一晚上打赢3名对手，这个难度其实很高的。那么现在是第2个。刘策24岁啊，这个马查多的话是32岁，对方作战经验更丰富。好，看一下这场比赛，刘策依旧是不改战术，还是砍腿为主，拳法为辅。可能有些观众朋友们看刘策的腿法呢不是很重，的确啊，腿法这个东西，观众朋友们啊，你踢一下可能不疼，2下也不疼，但是3下、4下、7下、8下，慢慢的你就受不了了。
しきりにカーフを狙ってきますリューツァーです。これも前蹴り。アビエル・マジョドが自分のらしさをどこで出してくるか、右のストレート伸ばしてくる。右ミドル。啊，刘策要小心，这个马查托呀，这让刘策压到了龙边，要找机会啊，要绕出来。那我估计这个马查托在上一场比赛也观察刘策的打法了，他也看出来刘策这个移动能力很强啊，如果压不住，就会被刘策反复的踢腿。最后的50秒钟。很明显，这个马查多要更壮啊，这上半身哦，这个肉很敦实。体重差はおよそ5キロです。10センチ上背が高いのはリューツアー。啊，最近刘策在国外也是非常的火，有非常多的这个外国啊顶级选手啊，一些传奇老将都评价刘策啊，说刘策的腿法太不可思议了。哎，什么情况？这个马查多的这个耳朵怎么打出血了？我们真的是没有注意到刘策什么时候打到对方了啊？这个拳法啊，真是没有想到刘策的拳啊也很重啊。好，接来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表现。那么刚刚中场休息的时候啊，这个马查多的这个小腿啊已经是有一些受伤了，包括你现在你看这个马查多已经有些移动能力也是受损了。观众朋友们，我是真心希望啊能够把刘策的比赛啊让我们中国国足的球员都看一看，看一看真正的国腿啊，中国第一脚是怎么踢的，学一学。不要天天吃着海参，吃着鲍鱼啊，踢的还不如这个刘策好。好，哎，有些晃了，这个马查多已经有些晃悠了。没事吗？我觉得应该是有事了啊，没事你走2步。但很明显，他这个走步啊，有些这个站都站不稳了。刘策再加把劲儿。ブラジルのキックボクシングライトヘビー級のチャンピオンがアゲルマチャド左。ちょっと聞いてるんですけどね。やっぱこの辺のやっぱリュウは経験が少ないんで前出てこられると聞いてくれるかな。然后这个马查多开始不断的前压啊，不断的想要和刘策拼拳。但是我们看刘策呢，打完就走，完全不和对方啊过多的去纠结。好，第2回合好，最后1分多钟的时间了。啊，刘策要小心，要注意头部的防守。好的，哎呦，哈哈，4脚着地，哎呦，这一下还能起来吗？哎呦，我感觉双腿啊，已经是砍烂掉了！我的天哪，观众朋友们，好，注意看，是2条小腿啊，2条小腿，哎呦，都被砍的是皮开肉绽啊！好，让我们恭喜刘策，那么第2场比赛顺利拿下。好，看一下刘策第3场比赛的表现。哎呦，这场不一般了，对手是个大胡子、大光头。到目前为止，刘策仅用是半个小时都不到啊，来到了第3场比赛了。这对刘策的体能上也是个非常大的考验，而且这场比赛的对手呢，长得是凶神恶煞，哎呦，很吓人啊，好像是个屠夫啊，恐怖分子。いやいや、イストラテの頭の上まで届いていました。さあ、しかし最後やってくる。右のフック、顔面を捉えた。イストラテ。ユーザーも足蹴りでいきます。要小心了啊！这个家伙的拳法非常的猛，和他的外表一样哈，很粗犷，很狂暴。哎，什么情况？这个家伙有些逃跑的意思啊？什么情况？不行了，这个已经是不行了，结束了，观众朋友们，第3场比赛仅用时40秒钟。我的天哪，观众朋友们，让我们恭喜刘策3场比赛踢飞3个老外小腿。
哎呦，这个真是前无古人，后也很难有来者了啊！好，让我们恭喜刘策啊，非常精彩，非常的给力啊！虽然说很可惜啊，踢的不是日本人啊，但是呢，也是让日本人的钱啊打了水漂。好，让我们恭喜刘策。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给我瞄准了打。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中国选手打晕日本选手后还疯狂的补拳，生怕对手还能活过来？就连现场急救人员都未能叫醒。这是一场经典的中日对局，狂妄的日本选手不远万里来中国踢馆，点名要打中国抗日奇侠张伟轩，甚至还当众狂言明年的今天就是张伟轩的忌日。嚣张的态度完全没有把中国选手放在眼里。面对小鬼子的嚣张姿态，年轻气盛的张伟轩彻底爆发，势必要让这个小鬼子有来无回。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已经开始，来看一下红方选手红色短裤便是张伟轩，蓝方选手蓝色裤衩便是日本选手京村孝纪。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千万不要眨眼，看张伟轩如何暴打这个小鬼子。Okay, all right. That's the featherweight division of boxing and Muay Thai, by 126, but in that category. 好，一上来双方都很稳。张伟轩啊，人送外号村山豹，因为他的速度很快，而且呢，他有着非常丰富的一个对日的经验啊，打小日本子他非常擅长。好，张伟轩也是不着急，他像一头猎豹一样啊，在找机会。日本选手也不敢上啊，保持的距离非常远。这完全不像一个挑战者的姿态。I would assume these guys might be, but I do know one thing: the Chinese opponent, Xiao Meishu, he definitely has the fans behind him. He has the fanfare. Very calm right now. Yeah. Japanese guy, to me, it looks like he just wants to stay away from it. Yeah, the Japanese fighters, the Chinese fighter is definitely way more patient. China's definitely way more patient, but the Japanese fighter, I think, might just be looking for his opening. 张伟轩依旧是稳度十足，正所谓轻易不出手，出手必伤人。好，你反观这小日子，这小鬼子上蹿下跳，不是来打拳的啊，这家伙是来散步、来跑步的。哎呦，这脚踢晕了，连续的砸拳，哎呦，连补4拳呐！我们看日本选手。我的天哪，张伟轩精准预判对方的下潜抱摔，一脚爆头，赶紧连补上4拳，生怕这个小鬼子观众朋友们能站起来。好，非常欣赏张伟轩这种打日本人啊绝不留情的态度。的确，你打日本人真不能留情啊，能往死里打我们就往死里打。好，急救人员赶紧上台抢救，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啊，干脆就放弃治疗算了。好，看对方躺得这么安详，那我就放心了。好，看一下精彩回放，张伟轩是一个没有错，精准预判对方的下潜抱摔。这个意识和预判啊，太精准了。1拳、2拳、3拳、4拳，哎呦，生怕对方还有气儿啊，还能活过来。好，观众朋友们，要说上一名日本选手只是嘴上功夫厉害，而这一名日本选手则是把狂妄自大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发布会现场，把头发染成了一头粉毛，就连胡子也染成了粉红色。不仅当众恶意推搡张伟轩，更是当众扬言要为日本选手报仇雪恨。好，各位观众朋友们，镜头当中的选手，就穿了个裤衩，三角裤衩，他就是日本选手日本变态马萨。好，这个家伙完全没有把自己当成外人啊，穿着一个三角裤衩就来到了中国参赛，还染了一头小杂毛，就连胡子也染成了粉红色。本场比赛没有错，依旧是抗日奇侠张伟轩霸气出山。好，比赛没开始，两名选手，这就已经是剑拔弩张了。好，这里不要少说，看张伟轩如何收拾第2个小日本子，日本小杂毛。开始，马上就胳膊推向前去，这两腿，漂亮！哇，直接一个张伟轩直接一个跳起来的高手啊！对。看看这个头能不能拿住，隔着一条胳膊还，他这个地面不弱，对，掌上很快。张伟轩要先控制，这往前推的这个劲儿不错啊，张伟轩也很不错啊，两人地面反转。好，双方地面对局打得非常的焦灼，但是我相信呢，张伟轩的力气，这个翻转很漂亮，想做一个手臂的十字固，我们只需要把对方的手臂给他拉直
就会掰断这个小鬼子的胳膊。张伟轩有着跟日本选手作战的经验，曾经有一位日本柔术系的选手，我记得穿长裤作战，柔韧性特别的好。对，那是在日本东京站的比赛。对。观众朋友们，这个马萨呢是一个非常十足的变态啊，在日本呢是很少有人愿意和他打比赛。因为这个家伙呢，他是一个同性恋，他喜欢男人。好，张伟轩要小心了啊，小心不要对对方占到便宜。没有，再推进，连续推进。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精不精彩，好不好看？我们看这个日本选手懵了，我是谁？我在哪儿？可能连自己的姓名都说不出来了。本场比赛我们恭喜中方选手张伟轩啊，非常精彩啊！你看开局的凌空一踢，凌空抽射就把这个马萨啊从空中斩落。那么后面又是连续的地面对局啊，力量上完全不输于对手。最后的话是连续的打击啊，疯狂的打懵了对手，已经是没有反抗了。好，本场比赛恭喜张伟轩。好，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因为接下来张伟轩这场比赛下手更狠。错啊，依旧打的是个小日本子。那不过相较于前2名来讲呢，这个人啊实力非常强劲啊，他是日本的一个空手道冠军。好，看一下右边选手便是张伟轩，个子偏矮。而这个穿着长裤啊，裤子偏长的便是日本选手山本佐木。这场比赛呢确实很难打，而且对方的反应啊、移动速度啊都很快。对，你看这场比赛啊，张伟轩的这个到现在为止，双方都是相对比较谨慎的，两人还没有真正放开来打。这个高手啊，看得出来这个还是有一定功力啊。好，第一回合张伟轩一上来依旧是一个稳度十足的状态啊，还是像一头猎豹一样，轻易不出手，出手就直接窜出去啊，窜山豹，哎呦，哈哈，又是飞踢。这上一场比赛打这个马萨的招数啊，好，你看这个日本选手啊，在这块手舞足蹈，但是要小心，对方的假动作很多。其实这个日本选手意识很好啊，张伟轩刚刚有前腿动作，这是后腿，日本选手田村泉的这个后手反击啊，很迅速。对。其实张伟轩的整个的体型，在他这个级别来说，并不是占很大的优势。啊，后手拳有击中，哎，好了，继续前进，地面打拳，手击没有啊，裁判终止比赛了，结束了一个很重的后手拳击中。好，观众朋友们，精不精彩，好不好看？穿山豹张伟轩3斩日本选手，哈哈。都是一回合秒杀，我觉得没有任何这个中国选手敢说打日本人比他厉害了吧？啊，咱们恭喜张伟轩，同时也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能不能拉过来？哎呦，这个已经是悬空了，已经形成了十字步那个这个不好逃啊！看这个发力，再来一次打开，哎呦！外国选手下死手，妄想掰断新疆小伙的手臂，小伙当场旱地拔葱，将其当场摔断脖颈，大快人心。好，各位新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场非常精彩的中塔对局。好，没有错，眼前的这个小子便是来自于塔吉克斯坦的断臂狂魔马穆罗夫阿卡马林。这个家伙的柔术呢是非常的厉害，平均每3场比赛就要掰断一个人的手臂，所以说被称为了断臂狂魔。而且此人在擂台上掰断对手手臂的方式也是千变万化，怪招频出。本场比赛也是放下狠话啊，比方说打中国选手，掰中国选手的手臂就像掰断一根筷子一样，轻轻松松。好，的确是非常的猖獗。本场比赛来自于新疆，年纪22岁的小伙子阿里霸气出山。他才22岁，但是目前为止杀战绩12战11胜1平，一场比赛没输过。是我们中国新生代选手当中呢非常具有潜力的一位。好，比赛开始，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哎呦，直接开始偷袭。好，搞偷袭的这个小子便是马穆罗夫，来自于塔吉克斯坦选手。那么红色裤衩现在处于上位的连续砸拳，他便是中国新疆小伙阿里。对方一上来就想搞偷袭，但是阿里这场比赛的防抱摔啊做得不错，没有给到对方啊太多的一个机会。地面，并且是那个面对对手，对方十字鼓，看一下要不要布置。
没有，很难做成的。是的，那因为这是 MMA 比赛，并不是纯柔术比赛。没错。那么刚才下潜抱摔很明显，马穆洛夫呢是一个摔柔系出身的选手。可能是他的摔法和一些地面技是他的制胜的绝技。看一看断头台，这个动作我们现在看的不是很清晰。对，手腕子应该是进去了但是目前为止的话还没有形成这种全封闭。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现在应该大部分的头部在外面，应该不会有。对应该不会有。我们看这个塔吉克斯坦选手呢，战术非常的明确，而且呢，他真的是阴魂不散。好，双方的地面对局，对方处于上位，两人的年纪相仿对方的话是23岁，我们的话是22岁就差了1岁。我们的新疆小伙一定要防护好自己的手臂还有他自己的这个脖颈，尤其是手臂。这个角度要小心，能清晰的看到对方在掰我们的手臂。好漂亮，双方再一次回到站立。好，不错，后手直接压进去不着急。正蹬，艾里是一个反架选手。对，刚才对方是多做了2次抱摔，但没有成功。艾里这个防抱摔做的还是很棒。你看，这个直接压下去对方要打这个开放式，我们看这边进入了对方的蝴蝶肘击。你看，想小心对方的蝴蝶扫。下位的这种正蹬。好，扫踢。球踢。但是一定要注意其实这个体位下的腿法有的时候并不灵光牙套掉了出来小心。好，我们注意看两位选手的地面对局打得非常激烈，我们的新疆小伙马上就要打出擂台了，半个身子已经是掉了出去。对方擅长柔术，那我们就跟你打柔术。看来阿里这个小伙子还是非常的执着完全不怂对手。你看对方像一条赖皮狗一样赖在了地上。第一回合还有一半的时间，当然看阿里的话也是不想强行的进入到地面，因为这是对方所擅长的一个领域。我们的踢屁股打一打对方的这个脚趾头，我觉得可以挠他的脚心当然这个是规则不允许的，但当然规则也没说只是有点不讲武德，进行这种大位的那个上位的砸拳。下潜抱大腿，抱摔漂亮直接放倒之后，我们看这边直接压对方的一条腿。对，艾里正在尽可能的起来，看直接切进去。这边现在用膝盾挡住了对方的压进对方现在是半防这边马穆罗夫正在尽力的过腿，想拿到侧方位的压制，应该不太容易。没错，还好没有成功过腿。艾里现在这边的话也是直接用膝盖切进去小心这就是要可以看马穆罗夫的胳膊，不能让他这么轻松的过腿对，刚才这个其实这个时候是可以有砸击的我刚才还以为他要做那个木村。我相信屏幕前有很多观众朋友们，相较于地面上的对局呢，更喜欢看站立上的拳脚对轰。当然拳脚对轰很精彩，但是地面对局更考验双方的体能和耐力。好，你看对方又一次，这个家伙到底打不打你要喜欢睡觉，你回家睡去不要在擂台上老是躺着。这个擂台又不是你家的小心对方又来了，抓单腿，但是阿里的防抱摔依旧是不错。而看情况，阿里是不太想和对方打这个地面上的纠缠了更偏向于打站立。因为我们看阿里的这个肱二头肌像两块大石头一样，你就可以想象他的拳有多重。观众朋友们，怪不得对方的躺在地上的这个塔吉克斯坦选手不敢和我们打站立终于搞明白了，是不敢打3年对，不是那个格雷西家族横扫世界的时候。没错，那个毕竟在那个年代，大家没有见过这种技术。好，看这边因为比赛呢刚刚开始第一局，双方这个确实又来艾里压得很紧我已经忘了是第几次了。这边应该是第4次。好，继续要做断头吗？看膝盖能不能切过来。不好过，不好过。好，双方的第一回合结束。好，观众朋友们，比赛来到第2回合，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阿里一定要小心对方的抱摔又来了，这个家伙偷袭不成功之后，第一时间赶紧躺到地上，他就断定我们阿里不敢和他打这个地面。好，来看一下，右边的红方选手红色裤衩，中方选手阿里新疆小伙子
那么右边的蓝方选手便是塔吉克斯坦的阿穆罗夫，啊，人送外号断臂狂魔，啊，对方很擅长把对手的手臂啊或者大腿掰断。他的膝盖啊已经被擂台磨的已经破皮了，对，应该是破了。啊，想要做这个扫击，但是没有那么容易啊。对，没错。啊，这边艾里的这个防抱摔做的是很棒。对，扫踢。马穆罗夫呢，现在还是应该站起来，重新布置一下自己的整体战术。他确实是想利用这个抱摔啊，然后进入到地面缠斗。但目前来看的话，他地面缠斗的技术其实不是特别的细啊。对，啊，包括刚才爆发力的确是有很足，但是呢，艾里也不差呀。没错，哎，这边艾里不去打这个和对方主动进入地面。对，艾里的打法还是相对较聪明一点的。这场比赛完全是两种风格碰撞到了一起。你看对方，这是想做仰卧起坐吗？他只有仰卧，没有起坐，什么情况？你快起坐啊，和我们打站立。你看把阿里急的像一个玩不着玩具的孩子一样啊，非常着急。对方的脚踝，但是其实呢也没有那么容易。对，双脚踝，其实因为我们平时，这一拳。这个动作比较冷，但是呢，你像这种的勾双脚踝的动作，它的动作起伏度太大，不容易形成。好，再来这边，还是没有。那么我估计我估计这马穆罗夫可能还是会更多的使用自己的一个抱摔。没错，其实综合格斗比赛当中啊，一回合当中3到4次抱摔不成的话，这边哎呦，放开了对，我还以为刚才要搭一个蟒蛇，但是进入到对方的封闭式防守里面。看一下全封闭啊，这边马穆罗夫还是看一下控制一下对方的这个右手。对，现在的艾里非常聪明啊，时不时的来几记砸击骚扰一下他。第二回合还有一半的时间，双方又是来到了地面上的对决。阿里在上位打的也不是很轻松啊，因为我们不敢做太多的一个砸击。其实啊，这样打是比较好的，没有错啊。脑袋紧紧的贴在对方的胸膛上，主要的目的还是要消磨对方的体能啊，偶尔的偷一拳。的确，这个打法很聪明。你看阿里呢，偶尔抽他一拳啊，打他一巴掌，然后赶紧蹲下，不给对方反击的机会。相互呢都不占优势，但是呢 MMA 可不一样。对，我是可以砸击的。对。再来。好，直接带倒，压制。但是今天确实，你看艾里也没有去进一步做过腿，大致还是在这个全封闭或者是开放。还是想保存一下自己的体能。确实是这样。你看艾里现在其实呢，在慢慢的想要破开对方的腿防。这边小心拿到，现在可以砸拳了。小心对方的腿。蹬开。刚才有一个动作，我还以为要打3脚，但是没有这个时机。对，艾里没有下一步的一个动作。你看，包括他也不着急去做过腿啊，去做这个横四方等等啊。并且刚才呢，艾里他本身的突发情况，我们看对方的塔吉克斯坦雄鹰啊，断臂狂魔。哎呦，这是什么情况？检查一下，看看这个是不是坏掉了。刚刚的话，这个阿里是有一个下劈腿的动作啊，劈到对方的裤裆上，但我相信不是故意的啊。对方是断臂狂魔，而我们阿里是这个断腿狂魔啊，断对方的第3条腿。这应该不是故意的啊。那对方总躺着，我们这个踢腿啊难免会踢到，这很正常。好，给对方疼的已经是抽搐起来了。练习一下这个熟悉的动作，看一下还是能不能这个是吧？好。看来阿里这一脚踢的并不轻，看情况是要缓一会儿了。这是个什么姿势？这个动作不是特别雅观啊。好，双方比赛再开。重新开始。艾里压得很紧。刚才马穆罗夫终于出腿了，又来了。还是抱单腿，这抱单腿。因为我们比赛是用的擂台没有这个笼子，所以艾里现在卡住了他的颈部，但是不够深入这边你看是要这边直接是就断头拿进去了，放开拆了，上位砸拳，继续的踢击，对。好，对方的话又是亮出了这个非常老赖的动作，看来对方的马穆罗夫只想把最后的时间给他耗过去。
非常的无赖啊！阿里拿他也是没什么办法，但是我觉得可以再失误一次啊，再给他来一下。更何况你这一招还并不鲜呀。那没错。如果你的抱摔能够屡次给艾里造成效果的话，没有问题，你可以用这个技术。对的。不要太执着。对，塔吉克斯坦这边啊，看到这个区域的选手特别喜欢练摔跤。对，好，双方第2回合比赛结束。好，观众朋友们，不知不觉比赛来到了第3个回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的精彩表现。打得很快啊！前2个回合对方的这个塔吉克斯坦选手非常的无赖。好，我们看一下蓝颜色裤衩啊，蓝白裤衩便是塔吉克斯坦选手阿穆罗夫，而红色裤衩便是中方选手啊阿里。表现啊，真是人如其名，特别克制住了马穆罗夫。是的，克制住。那么其实对于我们这个中国来讲的话，有很多的少数民族选手都是这种摔跤天赋比较强的。你像这个蒙古族，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艾里是哈萨克族，包括维吾尔族等等。哦，这边有大十字，小心！哎，下位这个十字，好，能不能拉过来？哎呦，哦，这个已经是悬空了，哦，已经形成了十字步这个，哦，这个不好逃啊！看这个发力，再来一次打开了，哎呦！哇，艾里太顽强了，能够感受到艾里这个超强的腰腹肌的力量。对，刚刚对方的塔吉克斯坦选手用出了自己的绝招啊，就是断臂的一个招式，但是没有想到失灵了啊，不好使了。好，看一下再次贴面推举，中方小伙子阿里是死死的、紧紧的贴到了对方的身上。这场比赛我们阿里是始终是有着一个主动进攻的一个态势啊，所以说打分上来讲是有优势的。而这场比赛大概率是会打分。好的，上位打拳没有成功了。艾里本身他的腰腹的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是。好，又恢复到站立。现在能够看出啊，你看马穆罗夫现在略显被动，对，体能下降很严重。对。干脆躺在地上注目状态啊，随便你踢。因为毕竟连续的这种下潜抱腿的动作是非常消耗体能的。对，太消耗体能。那现在对于艾里来讲的话，不着急。对，其实整个场面上还是占优势的。好，现在的裁判终于是出手制止了对方啊，经常躺在地上的卑鄙行为。我觉得早就该出手了。这场比赛，我觉得他的判罚有些不公正啊。他任由对方的这个塔吉克斯坦选手这个赖在地上，当然这是规则范围之内，但是你长时间躺在地上，这种消极行为啊，这个裁判应该是及时出手。你看，像这个时候裁判就应该及时出手制止了，但是裁判还在看，还在瞅，我甚至不知道这个裁判在看什么，是喜欢对方这个妖娆的这个躺姿吗？还是说什么情况？好，终于出手了啊！这个出手时间有点晚，但是还行啊，最起码是出手了。十字裤啊，对艾里并没有造成太大影响。啊，又抱腿。目前来看的话，这边已经没有什么太多针对的战术。是。他的场下的这个艾里的教练一直是在大声的让他出拳啊。没错。啊，现在艾里打一拳之后，自己是主动的进入到这个地面的一个位置踢击。艾里的教练呢，还是看得更清晰一些。是的。艾里如果在刚刚主动出拳的话，只要出拳就有。好，拿到对方的脚踝扫踢。啊，由于这个比赛当中是没有道服的嘛，所以做这个抓住这个裤子的口做 pass 这个动作现在不成立。很难的，因为你想单手抓脚踝的话，你那手上的力量不可能抗得过对方大腿的力量嘛。是的，这就是综合格斗和巴西柔术不一样的地方。好，比赛有最后50秒钟的时间，看来本场比赛想要产生 KO 啊，观众朋友们几乎是不太可能了。实际上可以打得更凶一点啊，这个阿里呢还是表现得比较的稳，打2拳就走。啊，你看这个完全是最后时刻了，阿里啊拼一拼吧。不要再犹豫了，好，再来！非常漂亮。但是已经一个位移又躲过了马穆罗夫的这个抱腿。没错，马穆罗夫今天这个抱摔真的是效果不好。可以说是非常失败。他的意图太过明显。太明显了。
哦，连续提膝10几秒钟啊。好，比赛还有10秒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场比赛的结局已经一目了然了。没错，阿里的优势很明显。好，比赛结束。好，双方打满了3回。好，观众朋友们，比赛最终在对方躺在地上耍赖皮的时间啊，终于是结束了。好，一场3回合15分钟大战，把对方的塔吉克斯坦选手啊累得像条哈皮狗一样，非常的累啊。堂堂的断臂狂魔，本场比赛险些被踢断了第3条腿。哈哈。好，这场比赛阿里这个小伙子表现得非常的沉稳，非常的老练，完全不像一个20岁的小伙子。虽然说略带一些枯燥，但是很稳。我们稳中取胜也没什么问题。红方胜。你很年轻，别那么嚣张。送你一段话：跟我较量，你撑不到半个回合。打完比赛，我帮你准备好骨灰盒，大一点的送给你。明天擂台上，你看看你是想跟我打摔跤、柔术都可以。眼前这个戴着墨镜的小伙，就是赛前猖獗至极，人送外号“黑豹”的尹帅。他被称为说唱界打拳最好的、打拳界说唱最好的男人。很多选手赛前看不惯他，却又打不过他。年仅25岁就获得了8连胜的不败战绩。凭借着强悍的身体素质，再加上无人能挡的彪悍重拳，让他在国际擂台无可匹敌，大杀四方。还曾在高手云集的 JCK 战局城当中拿下过100万现金的奖励。然而就在意气风发的尹帅一路高歌冲击9连胜之时，今天终于是踢到了钢板，遇到了人狠话不多的新疆摔跤高手沙姆哈尔。他是一个来自于新疆的强力摔跤高手，凭借深不见底的体能和几乎变态的抗击打能力，只要对手遇到了他，都会被他按在地上疯狂摩擦。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眼前的小伙子便是人狠话不多的新疆摔跤高手沙姆哈尔。他真的是人狠话不多，为什么？因为他的普通话不是很好，所以说在赛前的这个对喷环节和对视环节当中啊，这个没有喷过对手。实力很强劲，就是嘴皮子这一块啊，差点意思。上战绩12战11胜，非常厉害。然而其实相反的是，眼前的小伙子嘴皮子相当之溜了啊，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黑豹尹帅。目前8连胜的尹帅可谓是风光无限啊，前2天也是拿到了一个100万现金的奖励。这场比赛也是打算拿沙姆哈尔呢当做垫脚石啊，冲击9连胜啊。包括赛前这个大部分人啊还是看好尹帅，他不只是狂，他也是有实力。好，没有错，比赛已经开始，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红色短裤没有错，就是尹帅；蓝色短裤便是新疆摔跤冠军沙姆哈尔。我们100万赏金赛的8进4，对于沙姆哈尔来说呢，这场比赛又是他一战封神的绝佳时机啊，确实，而且我们看到比赛当中，今天晚上目前为止出场所有的哈萨克选手都已经获胜。是的，尹帅之前呢可以说是极少能够去遇到像沙姆哈尔这样的对手。确实是他职业生涯当中遇到的第一个哈萨克人。是的，非常漂亮迎击。尹帅呢是非常敢于用对手的长板来去可以说是直面对方的长板。是连续的打击，非常漂亮。看到这次是沙姆哈尔第一次主动下潜，尹帅第一个落点防掉，第二次变回抱单腿，这是沙姆哈尔非常擅长领域。哇！虽然说沙姆哈尔开门见山想发挥自己摔跤上的优势，但是我们看尹帅的这个防抱摔啊做的的确是非常的不错，反应速度很快，让对方沙姆哈尔的每一次抱摔啊都没有成功。好，又来了。好，但是我们看尹帅的这个力气啊，尹帅的这个力气是完全不输对手。好，转身拿背，有机会。在纯的就是摔跤比赛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转换。没错，我们看到在同级别来说的话，尹帅的核心力量真的是让所有人都叹为观止。看到双方现在尹帅啊，真的是占尽了优势，沙姆哈尔处于劣势。现在尹帅想要做一个前弧颈，直接拉倒断头。现在在绳网旁边呢，不知道有没有啊？这个位置我们就要看一下，而且尹帅现在这么早去做断头啊，对自己双臂的耐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没错，这边看到尹帅也是这样的话对于尹帅来说的是不利的，因为刚才呢确实对于他敢于使用断头台，敢于主动下场用断头台呢，肯定我们要报以非常的轻。好，第一回合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那尹帅刚刚呢有一个非常强力的断头台，但是很可惜啊，这沙姆哈尔的耐力啊，还有他的这个防备啊也是很充沛。
现在的话，上位便是沙姆哈尔，在下位的尹帅呢不再是黑豹了。来到地面之后，尹帅就像一只小猫咪，只能是躺在地上。但如果观众朋友们，那这个时候尹帅如果还敢来一段说唱，那我真佩服他。但是现在看尹帅应该是没有这个功夫，也没有这个精力了。被压到龙边的尹帅非常难受，只能是被动的让对方的这个沙姆哈尔去消磨体能。但是尹帅的体能很好啊，之前打日本选手的时候呢，经常把这个小日本子拎起来，是这样的一个断头的把位。是的，因为啊双方这种高频率的考验耐力的缠斗式降服啊，可以说是沙姆哈尔从小啊就练了不知道几万遍。没错，那么其实对于这个沙姆哈尔来说的话，他的所有胜场当中大概有66%成以上都是依靠着判定击败对手，这标志着其实他的体能和耐力是深不见底。单臂环绕双腿，现在刚才尹帅这个木村，他去抓紧时间看到尹帅，真的他的视角跟普通的运动员真的是不一样的。第一回合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尹帅的确是很难起来了，主要是这个沙姆哈尔的压制力啊，的确是很强。而且我看沙姆哈尔也不着急，他并没有着急去做一些砸击啊或者砸摔，而是慢慢的消磨尹帅的体能。好，这个尹帅现在真是老实了啊！但是这个沙姆哈尔呢，观众朋友们，他的终结能力也是非常弱的。之前的比赛当中呢，也经常是判定去结束比赛啊，所以说这场比赛他想 KO 尹帅，我觉得是有难度，但是打赢尹帅呀，不是没可能。好，最后20秒钟，沙姆哈尔的身高还要去高过尹帅。没错，上位的砸拳我们看尹帅还是用这样的一个半防的方式其实沙姆哈尔还是有输出的空间。是的，尹帅之所以一直处于半防是因为沙姆哈尔一直就像一个典型的摔跤手一样，他就是故意把半防，但是对他们来说是半。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终于结束。那对于尹帅来讲，打的是非常的憋气，自己的中拳中腿没有得到发挥心里的怒火也没有得到发挥。当时发布会现场的时候，尹帅就说了，我不管你是柔术地面还是摔跤，我都奉陪。而目前来看在摔跤和柔术这一块尹帅还真没有这个沙姆哈尔厉害。正所谓术业有专攻，这个沙姆哈尔他就是玩摔跤的而且他的体能包括抗击打能力都是一流。好，接下来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好，来看一下红方选手尹帅，黑豹尹帅，蓝方选手便是沙姆哈尔。在第一回合呢，如果尹帅没有那次主动尝试冒险断头的话呢，想必不会出现长时间处于下位的局面确实在第2回合开场之后，我们看到应该说后手迎击，应该说尹帅可能会更加的去用自己的优势的方式去进行这样的比赛。是的，尹帅要非常小心，因为沙姆哈尔看拳击加摔跤听起来好像是我就2个技术板块，但是中间的这 X 规的中间这千变万化，长河是用1-2句话就能解释清楚了。好，这一回合沙姆哈尔观众朋友们依旧是战术非常的明确，再一次把尹帅按到了地上。那尹帅也是没有办法，浑身有劲使不出来。而你看沙姆哈尔他不着急他就贴在你的身上，你往哪儿走我就压着你。这个打法看起来的确是非常的无赖，但是呢还专门治这种像尹帅这种比较狂傲的小伙子，练1万遍的人。没错那句话怎么说，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精。是的，这个一招不仅仅说是一个单的招式，而是一个技术体系。那么现在看到尹帅呢，想要再去掏木村或者推手腕，就是说这就是摔跤手他想要做的就是说，他就是要给对方一个假象，我不要去过你腿，我就要让你感觉你一直处于半防，是你想回腿也回不来，你想出也出不去。下位非常的被动，而且现在这个位置做一个木村，还是要掏木村，然后去转是非常难，因为现在毕竟处于上位的是沙姆哈尔，现在尹帅首先要摆脱自己处于下位的不利局面。没错，这边的话艾德迪克也是非常的直臂的十字固尝试一个直臂的十字固尝试直接是拉回。是的，这种直臂十字固尝试呢成型难度是相当大的。好，尹帅在下位的话的确打得非常难受，而他并没有屈服，而是不断的在挣扎，证明自己不是猫咪而是黑豹。好，但是
但是这个理想很美好，但是现实很骨感啊！你看这个沙巴尔，就是把你顶到笼边，你去哪儿我去哪儿。也不着急做杂技，就是一拳一拳的消磨你的体能。而且他的头低得很低啊，不给尹帅任何呢能够做反击的一些机会。好，第二回合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了，最后的2分钟，时间1分1秒在流逝啊。我们场外的所有的打分的编采老师们也会明察秋毫。没错，对于尹帅来说的话，接下来的2分啊，或者是第3回合，基本上要破掉对方的这样的战术，其实还是比较。是的，现在对于尹帅来说呢，就是要去破冰，就要去破局。灯开，你看这个就是沙姆哈尔的粘着性，没错，源源不断。你想尹帅那么快的灯开的速度，在回腿的时候还是被沙姆哈尔能够去爆掉。连格兰比翻都做的是非常吃力。没错，这边的话，感觉沙姆哈尔现在就像一个牛皮糖一样，紧紧的站在尹帅身上。是的，体能深不见底的这样一个哈萨克的选手，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选手，尹帅真的是陷入了麻烦。好，第一回合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好，尹帅真的是不行了，我觉得实在不行我们就投降吧。我们看这沙姆哈尔越打越来劲儿啊！你看，无论尹帅怎么蹬他，怎么去跑，他都死死的粘住你，阴魂不散啊！而且这个综合格斗比赛打分的机制呢，就是你压制对方的时长啊越长，那你的分数就越高。所以说目前来看，沙姆哈尔在地面上的分数啊是非常高了。前2个回合如果不出意外都是沙姆哈尔的。好，最后的半分钟。好，你看这尹帅蹬腿都跑不掉啊！你蹬得再快，我追得更死。你越挣扎，我越兴奋。在和对手之间的空间和距离，我们看到沙姆哈尔一直是在源源不断的向前，上位的砸做一拳，个肌肉切，但是呢，谈何容易？10秒钟的时间。双方现在是一个类似于50与50的把位，但是尹帅还是在下位，沙姆哈尔在上位的还是相当的稳健。那么在第2回合啊，简直就是沙姆哈尔的个人秀。没错啊，我们的100万赏金得主8连胜的黑豹尹帅，在这场比赛当中，可以说在前2个回合陷入了苦战。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最后一个回合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终于是来到最后一个回合了，来看尹帅能否有翻身的一个机会，也不是没可能，因为尹帅啊本身他也是一个喜欢创造奇迹啊，在绝境当中啊重生的这么一个选手。出身，没错。而像哈萨克族的他们这些真的在一起训练，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从小练拳击和摔跤啊，没错，这样对对方的体系也是非常看连续的打击，连续打击。那么作为沙姆哈尔呢，再加上自己非常强的耐力型摔跤呢，所以说对尹帅来说，第3回合是自己开场的是他唯一的取胜窗口。是我们看到，其实很难看到，目前为止在 JCK 比赛当中还没有见过被逼入绝境的黑豹尹帅，真的是被逼入绝境。现在因为在第2回合真的是没有办法，即便尹帅在可以说是在大海当中啊，他的柔术水平像一个大白鲨，但是呢，沙姆哈尔把他拖到了鳄鱼潭。第2回合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平稳，尹帅的话也是把距离把控得很好。好，但这一次的话，尹帅为什么主动和对方打摔跤啊？哎呦，这不是属于自投罗网吗？观众朋友们，好，还好沙姆哈尔推开了对手。最后的时间了啊，3分钟。那只要这个沙姆哈尔不犯错的话，这场比赛尹帅估计是，哎呦，又来了。好，又到了尹帅最难受的一个阶段，踢击的方式，起腿半边空，直接是把你带到地。是的，现在看到尹帅再一次的被逼到了下位，沙姆哈尔在上位。时间越来越少，留给尹帅的时间只有短短的3分多钟。今天晚上真的会成为 JCK 开赛以来最大的冷门之夜。想去起身，拿背，想去过不掉，但是呢，我看这个拿背能不能进到？现在尹帅呢是保护了自己的最后一道防线，连续的打击，沙姆哈尔。这个骑乘呢是相当的紧啊，没错，小钢炮可以说是火力全开。我们看尹帅是贴身，这样的话减少自己的伤害，是相当的紧。现在对于尹帅来说是真的是到了绝境当中。没错，逼上绝境的尹帅，黑豹的连胜会就此终止吗？现在尹帅是成功回腿到了第3回合，还有一半的时间了。那尹帅呢依旧是被推上了绝境。
面对沙姆哈尔的连续的进攻，连续的地面压制啊，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哎呦，这好像一台跑车，你把一台跑车啊放到了一个大山里边，很好看啊，非常的帅气，但是没有用，你走不起来。如果硬要走的话啊，可能会受伤。但这场比赛双方的受伤情况呢还好，尹帅几乎是没有受伤啊。但是这个沙姆哈尔他并不以打伤你为主。也不以为以 KO 你为主，就是残暴你、压制你啊，拿这个压制分数。好，最后的2分钟。这就是在上位的沙姆哈尔，他用自己的这种决心，真的想要在今晚一战封神。没错，这边的话一直还是用自己的不停的向前的努力，来蚕食着尹帅最后的生存空间。要注意啊，沙姆哈尔还是要注意自己对于地面控制以及自己体能上的一些问题。尹帅还想从这个位置做一个直臂的十字固，但是呢是相当困难。没错，比赛要1分10秒的时间。等开，回头相当困难的，这是最后的时间了，最后的时间了，但是这最后这1分钟是黄金1分钟。啊，就像刚才乔宝老师所说的，其实尹帅曾经在比赛当中多次用过这样的直接将对手蹬开的一瞬间。不知道此刻的黑豹尹帅脑子里在想什么？是否为自己赛前所说过的话感到后悔呢？我们不好说，但是目前来看的话，他的确很难受。都到了最后的40秒了啊，他还被压制。但是尹帅的这个抗击打能力还不错。但最主要的是，这个沙姆哈尔他也不打人啊，他把所有的体能啊都用在了这个压制上。最后的尝试，27秒钟，连续的打击对于尹帅来说，还有机会翻盘吗？有15秒的时间，沙姆哈尔也是在争取着最后的优势。是的，沙姆哈尔真的，他的这种粘着性，这种连续的缠斗能力实在是太惊人了。哦，这场比赛真的是比赛结束了。哇，这场比赛想必来说对于黑豹尹帅，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终于结束了，一场3回合的大战。2位选手狠狠的大战了3个回合，打的真是难分难解，缠缠绵绵。好，本场比赛让我们恭喜沙姆哈尔获得了比赛最终的胜利，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因为这次比赛是一个头衔的比赛，我已经有了一条昆仑决52公斤级的金腰带了，然后这次是56的金腰带，我不想放过这次机会，我一定要拿下它。这是张伟丽打过最突然的一场比赛。张伟丽临危受命，横跨2个量级挑战巴西魔女，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张伟丽冒着如此大的风险，非要打本场比赛？我是前天晚上的时候才知道，就是说京南受伤了，然后不能打这次比赛了。那我说现在没人，那我能打吗？托尼老师说他说可以，然后我就突然跨级别来打这场比赛了。然而巴西魔女听说张伟丽是跨量级挑战她，惹得对手非常的不高兴，并在媒体面前当众狂言：张伟丽，你算个什么东西，还敢跨量级挑战我？既然你不想活了，那就别怪老娘手下不留情，我会让你粉身碎骨，跪着向我求饶。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中国女拳王张伟丽大战巴西魔女，眼前的西蒙娜·杜尔特的一场精彩的对局。好，我们看这个家伙歪着小脖，露着自信的笑容，而且还打着招呼，好像是领导来视察来了一样。而且这个家伙极其不配合，我们看他呢穿了非常多件衣服，一件啊，这是脱掉第2件，还要脱啊，还有，好，这是第3件。好，可以了，可以再拖了，再拖我们本场比赛就不能播出了。好，这个家伙之所以如此的不配合，正是因为赛前呢，他听说啊，张伟丽是跨量级挑战的他啊，因为这个原本他的对手是熊静南，但是熊静南赛前因伤退赛，所以说导致本场比赛他没有了对手。但是本场比赛又是一场冠军卫冕战，没有办法，张伟丽临危受命顶了上来。而这个西蒙娜·杜尔特听说啊，张伟丽是横跨2个量级挑战他呀，这个西蒙娜·杜尔特观众朋友们就表现得非常的不满，因为他认为啊，张伟丽是有点不自量力，有点瞧不起他啊，所以说他就当众狂言要把张伟丽打到下跪喊妈妈。好，
这个西蒙纳多尔特很猖獗啊，但的确他占据身形上的优势，比张伟丽打了2个量级。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中方选手，中国女拳王张伟丽闪耀登场。好，没有错，1990年出生于河北邯郸的张伟丽，她的粉丝相当之多。我相信屏幕前的您呢，既然进来了啊，说明您就是张伟丽的粉丝，而且非常喜欢张伟丽。的确啊，看到张伟丽一出场，我们觉得这本场比赛这就稳了啊，肯定是10拿9稳，轻松拿捏。好，赛前张伟丽的团队呢告诉张伟丽啊，这个尽量是不要打了，因为这个风险太大了啊，跨了2个量级。但张伟丽表示说呢，我不上，基本上没人敢上了啊，所以说呢没有办法，也必须顶上，顶得住也得顶，顶不住也得顶。好，观众朋友们，比赛马上开始了，让我们看一下双方选手今天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我看一下粉色小背心张伟丽，红方选手。好，再来看一下蓝方选手白色背心啊，他就是西蒙纳杜尔特，这是一个拳法高手，是来自巴西啊，他的柔术肯定也是不俗的。在巴西更是创下了一个27胜6负的一个战绩，经验上来讲是要比张伟丽丰富。很明显了啊，对方的这个这个身高啊、臂展、体型都比我们张伟丽壮。但是张伟丽有一点比对方强啊，就是我们比对方白，比对方好看一点啊。哎呦，对方的拳很好，一定要很好啊，挺好对方的拳。哎，你看西蒙娜盯得很准啊。刚刚有几下张伟丽在拼拳的时候打退了啊，对，拳很危险，很有杀伤力。控制距离，多使腿法。对，越过这个打拳的中距离去。你看后手抽手拳直接出的也很好。小心一个前手一个。挺膝，哎，张伟丽的挺漂亮，好。进入到地面会对张伟丽比较有利啊。对。虽然说这场比赛张伟丽和对方呢差了2个量级，但观众朋友们看张伟丽拿到上位之后，我不管，骑住你之后就是疯狂的砸击。而张伟丽我们看他的骑马技术相当的了得，对方挣扎的越狠，我们张伟丽很明显啊打的越凶啊，你越挣扎我们越兴奋。好，一手按住对手，而且我们看这个西蒙娜现在啊完全只有招架之功了。选手的有一个本事，打得很准。对。好，继续的锤击，肘击。好，刚对方那个起桥有效果了啊。对，夹住这个用龙鞭啊借力。哎，转移很快，好拿后背，2个腿插进去了。首先就继续打，别着急，用腿先把他的刺穿。侧面的砸击很有效果。对。终止比赛了。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张伟丽竟然秒杀了对手。要知道这场比赛张伟丽可是横跨2个量级，没有想到会打得如此轻松。好，张伟丽就是张伟丽啊，真的是无可替代。虽然说本场比赛是临危受命，虽然说张伟丽横跨2个量级，又虽然说张伟丽呢是只有3天的准备时间，但是这场比赛张伟丽的表现太出色了啊，也是通过强大的地面技术拿下了对手。好，太精彩了，观众朋友们，太漂亮了。好，再次恭喜张伟丽，也非常感谢她呢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好，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视频再见。